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最近，陆军装备部发布了关于加快推动陆军装备高质量、高效益、高速度、低成本发展的倡议书。倡议书首次提出了“三高一低”的发展概念，以构建陆军装备建设新业态和新格局。一些声音认为，这可能意味着军品要进入集采时代了。那么，如果军队的采购开始走上了集采的道路，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和前景呢？那么，首先，部分通用产品的采购将会产生激烈的竞争，为民营公司参与军品的供应创造了条件。比如说，一些既可军用也可以民用的车辆，这些大部件就可以通过竞标的方式来进行采购。当然，除了竞标，还要进行严格的考核。那么还有一些通用化的装备，就完全可以依托民营企业或者是某些地方的国营企业竞标来提供。第二呢，是部分军品的采购价格会因此而大幅度下降，供应的速度、供应的渠道、供应的质量也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起码速度会提高，质量会改善。第三，军费的使用效率也能够进一步的改善和提升。那么，如果这次改革能够成功，那有可能会推广到其他的军兵种，从而呢产生深层次的影响。对中国的军工企业来说，未来必须面对更为激烈的竞争，只有通过精细化的管理和科技创新，才最终呢拿到军方的订单。这必然会促进我们国家军工企业的科技进步和管理的改善。有的企业如果搞得不好，甚至有可能会被淘汰。那么另外一些企业会因此而进一步的发展壮大，这也有利于那些实力更强的企业在军工技术领域开展更加广泛的科研创新。对军队来说，省出来的军费就可以用于研发更前沿的军事技术。那么从中美竞争的角度来看，未来军事竞争的关键就是科技竞争，就需要有大量的军费投入到军事科技领域，而对军费使用效率的优化将直接关系到两国的科技竞争。我们知道，近年来美军在军费使用方面可以说浪费巨大，有很多的媒体都曾经爆料过美军滥用纳税人的钱，花几百万美元买了几只山羊运到阿富汗。现在呢，东西在哪儿不知道，一个烟灰缸就可以动辄花费几千美元。那么这样的笑话其实不是笑话，它表明美军在军费使用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存在着极大的浪费。那么军费投入再多，如果你把它浪费在各种各样的领域特别是在科技开发领域，那么最终你在竞赛中必然会摔跟头。我们军队的装备采购通过一系列的改进，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军费的使用效益，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这一点恐怕是这次陆军装备采购改革的核心所在。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